大家都知道新加坡这个国家有多卷，对不对？教育要争世界第一，职场拼到头秃，甚至连走路速度都全球最快。但你能想到这股拼劲竟然还可以卷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吗？没错，连死亡都不能例外。最近新加坡的殡葬业推出了一项让全世界网友都惊掉下巴的服务——太空葬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你的骨灰送上天，而价格从18888新元起步，大概人民币10万元左右。而且它还支持用微信 App 实时追踪位置。说白了，死后的那一小部分骨灰不仅能飞上宇宙，还能让亲人知道你今天正飞过哪个板块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浪漫又有点离谱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加坡的殡葬业到底是脑洞清奇，还是社会文化的深层外化？新加坡真的是连死都不放过啊！不过说到这儿，有没有先勾起你的好奇心？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赶紧往下看。第一章，太空葬到底是个啥？首先来讲清楚什么是太空葬。这项服务是由新加坡乌兰永念堂联手中国航天卫星科技集团推出的。简单说，逝者的部分骨灰会被装进一个特别设计的星盒，然后发射到轨道上飞行。而且你还可以选不同的套餐，最基础的套餐是地球轨道纪念，价格是18888新元起，骨灰会绕着地球轨道飞几圈，之后再冲入大气层燃烧，化作一颗绚丽的流星。听上去是不是挺浪漫？这其实是最便宜的套餐，如果预算充足，可以选择更贵的选项，比如月球纪念骨灰直接送到月球表面，让逝者成为月球上的长期居民。还有一种服务叫深空飞行计划，费用高达15.8万新元，骨灰会被射向遥远的宇宙深处，彻底离开地球，演绎一个真正的永不回头。怎么样，听着是不是很科幻？看上去好像只是一场仪式，但这里面隐藏的黑科技可不止这些。别急，最强的部分还在后面呢，咱们接着聊。第二章，科技直接卷入殡葬业。你以为拍个骨灰上天就完事了？不，新加坡可不会满足于传统方法加新空间这种简单模式。最出圈的亮点是这项服务的骨灰盒还配套了数字化管理。什么叫数字化管理呢？就是家属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查看骨灰所处的卫星轨道，甚至能实时定位骨灰盒的位置。比如说，你好，您追忆的亲人当前正在绕过欧洲轨道，预计5分钟后进入大西洋上空。这个服务听着有一种奇妙的现代版宗祠连接感，而且这些骨灰盒不需要整个遗体升天，只取10克到80克的骨灰装进星盒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方式有创意的部分，但并不冲击传统习俗。同时，这项服务还推出了云端追思功能，家属可以在线祭拜、留言弹幕，甚至将电子纪念碑传递到全球。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一次，科技是真的卷到了各行各业啊！但问题来了，这样的科技化、数字追踪式殡葬模式，真的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吗？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是怎么说的。第三章，网友炸锅太空葬成奇葩笑谈。太空葬一推出，直接引发了社交媒体的热烈讨论。有的人觉得这是浪漫和环保的完美结合，但更多人则发出了灵魂拷问，发言直接变成段子大赛。比如有人留言说，以后扫墓是不是直接用手机扫2维码，再朝天拜一拜？这听着确实挺好笑。还有网友吐槽，活的时候房价那么高，我死了居然还得住太空，这新加坡也太卷了吧。更有狠人嘲讽，爸妈会不会从天上盯着我，不管我在哪儿都能监督我工作。当然也有很多人非常务实地指出问题，相比这样的太空服务，更实际的是在生前为家人多做点事情。不少人觉得死后的盛大送行，不如把钱花在生前的健康和陪伴上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？不过说到殡葬创新，太空葬可不是新加坡的唯一创意。其实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殡葬行业一直在探索各种成本、情感与文化结合的解决方案。这些解决方案有多奇葩？接着往下听。第四章，新加坡殡葬业的脑洞不止太空葬。我们再来看看新加坡殡葬业还有哪些奇葩创意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首先，钻石葬，这是有钱人的专属玩法，通过高温压缩技术，把骨灰中的碳提炼成一颗真正的宝石钻石，不仅让亲人的记忆成为实物，还可以世代相传。但是这价格就很不接地气了，0.25克拉的骨灰钻石约6000新元起，高达1克拉的售价能高达3万新元。其次，树葬，一种环保又浪漫的方式，把骨灰放进一个可降解纸袋里，再埋入深坑种下一棵树，寓意逝者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，非常适合新加坡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。高科技海葬也很火爆，骨灰被送入深海，还有蓝牙加 GPS 定位系统，家属只要在手机上一查，就能知道骨灰瓮的准确位置。以后上坟扫墓，连船都不用租手机就能帮你搞定。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有种感慨？在新加坡，连死这件事都能被逼出这么多创意，还真是不得不承认，新加坡人的脑洞一直能突破天际。第五章，从太空葬聊到别离的意义，
但说到底，这些殡葬方式无论看上去多奇特或多昂贵，它们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分别，如何在浩渺的宇宙中找到一个安放心灵的方式。而新加坡是个将务实与创新结合到极致的地方。生前，它致力于让每个人的生命发光发热；死后，它也在最大可能给予每个逝者独特又体面的送别。每一种葬礼文化都代表着人类记住亲人、寄托情感的不同方式。其实，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的态度，而是全球围绕死亡和生命意义的公共话题。那么，现在我们来聊聊你自己的选择。如果有一天你也能决定自己的葬礼方式，你会选择太空葬、树葬，还是骨灰变成钻石藏在家人身上，或者另有想法？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答案吧，我们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内容吗？记得帮忙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打开小铃铛，下次我们有这些更新期的新加坡话题，第一个就能通知你哦。我们下次见。